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复活这个空客小 K 的门磁。这个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门磁，它呢之前是配合那个空客公司的 K2 Pro 来工作的。然后那个 K2 Pro 呢是带这个 USB 插件的，然后我那个 K2 和 K2 Pro 呢都坏了，所以剩下这个门磁呢就没有用了。它呢是射频的。射频433的频率发出信号，然后通过433的信号射频信号发送到空客小 K 插座上面的射频接收头，然后再反馈给 APP。以前是这样工作的，后来呢很久了，它就没有什么用了，因为我那个 K2 已经坏了。所以呢，最近呢我正好想起来，我想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就是关于我们433或者315射频遥控器的一个教程，射频万能遥控器，就像我们前2期介绍的那个红外遥控器的意思一样，只不过是射频的。大家很多的家庭呢都有一些灯，那个灯呢有一个遥控器，然后是射频的遥控器，可以控制开关。如果想把它集成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里面，或者用这个苹果手机来控制的话呢，就需要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节目里非常出名的一个叫 Note MCU 的一个开发板。这个 ESP8266的开发板呢，非常的好用。我前2期节目呢，给大家用这个开发板做了红外发射头和接收头，然后做成了一个红外的万能遥控器。这一期节目呢，我给大家呢用这块开发板做成一个万能的射频遥控器。这个万能的射频遥控器呢，包括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射频接收模块，一个部分是射频发射模块。这个射频接收和发射呢，是一对433频率的接收和发送模块。433呢是射频的一种，射频呢还有315，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315或者是433。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家里边这些射频的遥控设备是315的还是433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把它全买回来，买4个，买一套315的发送接收，再买一套433的发送接收。这样呢，你回来以后呢，就无论你的设备是什么，你就可以拿起来用了，因为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这两个在一起也就还不到10块钱。然后这个空客的小 K 的门磁呢，它的开和关还有没电，一共有3个射频命令，它是通过射频命令发送到我这个射频的接收板上，它把命令发到射频接收板，然后再通过我这里边烧写的固件传送到 MQTT 服务器上，然后 MQTT 服务器接收到了呢，MQTT 服务器接收到了，就会把这个信号传送到我们的苹果手机。我给大家现在演示一下。我比如说，我把门磁分开，大家看，我的家大门被打开，然后我再把它合上，我的家大门默认已关闭，打开，关闭。好，那这样呢就实现了一个低成本的门磁方案。门磁有很多种方案，之前呢我给大家想介绍一下那个小米的 Zigbee 的门磁，但是我一直没有购买，所以呢我现在就手里有的设备我先拿出来讲。这个射频的小 K 门磁也是一个比较省电的方案，大概呢它里边这个电池也可以用到1到2年。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它是什么个构造。打开之后大家看，其实就是一个发射头，然后一节电池，然后有一点电路。这些电路呢，就存的代码呢，就是一个是开，一个是关，一个是没电。其他的代码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只需要用到这3个代码就可以了。大家看，它这个发射头是圆的，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上面写的是 R433，
证明呢这个发射头是433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配这个433的头，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长得是一样的。这个是发射头，大家看这个圆的好像是接收头，但其实它并不是。接收头是这个，它并不是圆的。好了，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呢就带大家做一下如何制作一个万能的射频的遥控器，然后如何再把这个射频信号集成到 Home Assistant 里。好，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用这个 Node MCU 来做演示。我们先回到电脑端，电脑端呢，我在我的网站呢还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利用 OpenMQTT Gateway 制作万能 RF 射频遥控器，还可以复活空客小 K 门磁。这篇文章呢，其实用的这个固件呢，跟我们上回红外的是一样的。红外呢，一共做了2期，一个是 ESP Home 的红外发送和接收，还有一期就是这个 OpenMQTT Gateway 的发送和接收。这一期我们的射频还是用这个我们上一期节目 OpenMQTT Gateway 这个固件来做。首先呢，还是我们下载射频固件，我们从这个 GitHub 上面这个地址，我们转到这个地址下载，往下拉呢，这边有一个 Node MCU， 我们要找 Node MCU V2 这儿了。Node MCU V2 RF， 大家看到这个 Node MCU V2 RF，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射频的固件。然后我们把它下载之后呢，回到我的网站，我们看第2步，我们下载一个叫 Node MCU Flasher 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用来把固件烧写到我们的 Node MCU 里的。这个 Flasher 呢，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操作系统来选择。我是64位的操作系统 Windows， 我们就要选这个。然后你是苹果呢，选这个 DMG。我这个也下载好了，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再次下载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连线的方法啊。连线的方法呢，我们先从这个接收模块先说起啊。接收模块是这一块，接收模块呢底下有4个针，这4个针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有一个针是没有用到的。然后我们看这4个针呢，两边，一边是 VCC， 一边是 GND。然后中间呢，那2个是 data， 中间这2个呢随便用，中间这2个插哪个都行。我们这边呢插好之后哈，一定要用5伏的电源，大家看这上面也标着的，这个是5伏的电源，我们的接收头要用5伏的电源，红线是正极，橙色的线是负极，然后另一条是数据。那么我们看红线我们要插到UV 上 ，UV 是我们这个 Node MCU 上的唯一的一个5伏。然后呢 ，G 呢，我们要插那条橙色的线是负极。所以这边呢，我红线是插的 VU，G 是插的这个橙色的线。另一条线我们在这儿，这条线呢插在第3。我的网站呢都给大家写了第3。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发射模块呢，就连接的就相对简单一点了啊，它只有3个 pin，3个针，这3个针呢，一正一负一数据，也标得很清晰。然后我们看黄线呢是负极，白线是正极，然后剩下那绿的是数据。那么我们看一下哈，白线是正极，我们看白线。不对啊，绿线是数据，白线是正极，那我插错了。我们把白线是正极，白线插到3伏这儿，白线插到3伏，然后黄线是负极，我们插到 G 上，然后
数据这条线呢，我们插到 RX 在这儿。好，那到现在呢，我们的接线部分呢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再回到我的网站哈，回到我的网站看一下继续下一步的操作。然后我们把线连好之后呢，要用这个 USB 连接到电脑，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刚才下载好的软件。我们下载的是叫 Node MCU PY Flasher， 我们双击这个程序。然后我们把 Node MCU 插到电脑上之后呢，我们点这个下拉的菜单，里边有个 COM3，并没有识别出来我的 Node MCU。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刷新，刷新之后呢，大家看多了一个 COM6。我们选到 COM6之后呢，我们就要选这个刷写的固件了。大家看哈，我这个 Node MCU V2 RF firmware bin， 我在我的一个下载里边已经存在了。我把这个位置选好之后，波特率默认，然后下面这个默认。大家注意这个 Erase Flash 这边呢可以不勾，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勾上，选 Yes。它这个意思就是清空所有的数据。然后我们点击 Flash Node MCU， 然后你的芯片就会有一个灯在闪，然后它连接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擦除操作。当擦除操作完毕之后，它就会开始写入你的芯片。写的过程呢，这边一个小蓝灯会一直在闪，同时我们的电脑这边也会有百分比在走。好，我们等它走到100%，这个过程是很快的。好，大家看，这个刷写过程就完成了，剩下的呢就很简单了。然后我们看博客上面显示哈，我们连接到芯片发射出来的信号，密码是 your password， 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 WiFi 看一下，这个芯片发射出来的信号呢，应该叫 Open MQTT Gateway 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发现呢，你可以尝试重启一下这个小芯片。我们把这个 USB 拔掉，再插上，或者是按这个芯片上有一个重启的按钮，这个芯片重启的按钮在左下角，我们按一下，这个芯片就会重启。然后我们再点开这个 WiFi 看一下。好，大家看，这个 WiFi 信号就是我刚才说的芯片发出来的 WiFi 信号。Open MQTT Gateway 下划线 ESP8266 下划线 RF 就代表射频。然后我们点击连接，因为我呢之前已经设置过密码了，所以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你们呢需要输入 Your Password 当做密码。连上之后，它自动跳出一个网页，引导我们把整个配置过程完成。我们点第一个按钮，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 WiFi 信号出来，会有你家里的 WiFi 信号。如果没有，大家挪到下面选这个刷新，刷新之后出来了，然后我的 WiFi 信号叫 Smart Home， 我点完之后输入我们这个 WiFi 的密码，输完密码之后，下面部分是 MQTT 的IP， 这个 IP 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我们 Home Assistant 的 IP， 我 Home Assistant 的 IP 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要填这个1.168.88.114，然后端口保留默认，
用户名密码为空，下面2条不动，我们点击保存，这个时候网页说正在保存，然后我们可以把网络从这个芯片切换回我们正常的网络。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然后点击配置，选择集成，这里边呢应该有一条 MQTT， 如果你没有呢，要点右下角的加号来创建，点击加号搜索 MQTT， 然后选中 MQTT， 他说只允许1个，那我把这个删掉，给大家配置一遍再。然后我们点击加号搜索 MQTT， 选中 MQTT， 服务器地址呢 127.0.0.1， 如果你是使用我的固件就是这么配置，如果不是我的固件，请你自行查找你的 MQTT 服务器地址，然后用户名密码为空，我们点击提交就成功了，很简单。然后我们看网站的下一步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抓包了。其实我们的芯片呢都已经配置好了，怎么来验证它呢？我们点击这个 Home Assistant 网页里边的开发者工具，添加完 MQTT 开发者工具里会多一项 MQTT， 我们使用这个 MQTT 工具呢就可以监听主题。我们在监听一个主题这个位置输入一个井号，点击开始监听。大家看这里边就能收到一些以MQTT to IR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类似这样的消息。大家看，这是 Open Gateway ESP8266 RF 这种消息，证明呢你的芯片已经成功的连接到了你的 MQTT 服务器。下面呢就是抓包过程了。然后我们怎么抓这个射频数据包呢？我们监听的时候呢，留在这个屏幕，我们把这个小芯片先放在一边哈。其实我的这个门磁发射信号的时候是这个芯片在接收哈，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射频的遥控器呢，跟我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我这个只不过是分开合上，它会发送不同的信号。如果你有遥控器的话呢，就是不同的按键有不同的信号，然后你把它抓出来，配置到我们 Home Assistant 里，就可以正常的用发射头发射出去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门磁分开之后呢，我们看开发者工具监听的这个主题下面会收到一些消息，我们找一下哈，443 to MQTT 的消息，像这个呢就不是我刚才发送的，我们自己呢要判断一下，因为也收不了几条，像这条呢就是我的，这条是我发送的第1159条，这个 value 呢就是我们开门的这个门磁开门的命令的代码。如果你是遥控器呢，这就是你那个按钮的代码，你可以尝试多按几次，然后如果它出现的频率很高呢，那肯定就是它了。因为为什么周围有这么多信号呢？比如说其他你们的邻居啊用的遥控灯啊，它会开灯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收到一些类似这样的代码，但是不是你们家里的代码，也是443到推送到 MQTT 的。那么我现在把它合上，大家看，这有一个4054099793，然后呢，刚才呢开门的代码呢是092，大家看，这就是挨着的。还有一个没电的代码呢，是我猜的，是094，因为只有电池没电的时候它才会发送出来，所以我认为呢它应该是094，所以我把它配成094。如果你是遥控器呢，你就每一个按键呢抓一个这个值出来，每一个值对应你的一个按键。那么我们怎么通过把它发出去呢？通过这个发射头发出去呢？那我们看一下我的网站哈，这边我已经给大家举了例子了。大家看开门消息，我是抓出来092，然后这边抓出来是93，然后低电是94。等你都抓完之后呢，你需要在这个 Home Assistant 里添加一段这样的代码，添加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添加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读取刚才
我们这两个代码，一个是开门的，一个是关门的代码。这样呢 ，class 呢 device class 变成 door， 这样我们就在 Home Assistant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一个像这样的门，然后并且呢，可以通过这个收到的代码来判断这个门是打开还是关闭的。那我从这个 configurator 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段呢，这一段传感器 binary sensor 这一段就是我刚才配置的那个传感器。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配置呢，再配置一个开关出来。我们看下面有一个 switch 的开关，也是 MQTT 的，并且呢，它有两个值，一个是开，一个是关。这个是 IR 的。我们上一次呢，给大家做的节目是红外线，红外线叫 IR， 红外线万能遥控器呢，利用的是 MQTT to IR， 所以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其实跟上一期基本上没有区别，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开关的名字改成 to443，433。我们把这个 IR 的部分改成433，然后保存一下这一个部分，这个开关呢，那就变成你的 MQTT to 433的开关了。我们回到这个开发者工具里，看一下，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我现在没有射频的灯可以测试，射频的设备接收设备没有，我只有一个小 K。它只能是当做一个发送设备、遥控器那种来测试。所以呢，发射这边呢，我就不给大家测试了，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具体建立这个 switch 的开关呢，就是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一段代码一样，你只需要把代码抓出来，然后呢，写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它把值发出去就 OK 了。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制作射频万能遥控器的视频，还请大家订阅、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